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脱单的时间近了，脱单的资讯哈，给你一些脱单、脱离单身的资讯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呃，我都有特地挑了一些比较荣华的感觉，还有比较贵气的感觉。你可以看哪一个感受你投射比较好，投射比较好，共感比较强，你就选它吧哈。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选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我们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1号牌啊，来，我们一样哈，我们先从一张牌来去寻找它要从哪一个起点开始哦。记得一样的题目，你重复看会有重复的讯息出现，好，所以你要去收集那个重复的讯息，好吗？来，我们先从这里选出第一张主要的牌哈。来，哦，好，来哈，看一下，等一下。好，看一下，从月亮牌座出发的话，它有一个距离感了哈。我不知道它给的距离感是时间的距离，还是它现在离你很远。好，反正它有一个距离感有出来。不过这个距离感有带来一个蛮强的，你从来没有不熟悉的一个吸引力。简单来说啦，你看了这么多影片，简单来说，这个方向应该就走向什么？就是走向一个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类型，好，所以你会产生什么？你可能会意外的会喜欢上它。但我们的讯息哦，哈，我通常虽然我是以你的角度说你会喜欢它，你遇见一个新的类型，可是你们要自我转换说它是一个双向的哈，它也可能会是这个角度哈，因为它这个我没有特定说一定是你或他啦，就是一个双向的，所以是两个一起讲，所以对你对他来说也有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遇过的类型。所以它在这一个核心概念里面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心、神秘感，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追逐感。通常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时候，你们都会经历一个很特别的相处啦，尤其初期或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有很特别的一种对话，会产生一些很特别的印象哈。那它不会有任何太强大的冲突，它唯一在我们翻牌的一个经验里面来说，它通常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阻力是什么？就是陌生感。而这个陌生感，并不是说你能够从你已经经验过的很多人里面去总怎么讲排列组合，统整出哦。现在这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类型？我以前的经验知道怎么去应付他，怎么去相处他，怎么去探索他，怎么没有？通常这个月亮牌做出发，尤其是掉落在金星能量的时候，都要直接觉得我必须要打开心胸，去体会前所未有的一切的未知的来临，尤其是一个人的位置，他是从哪里来，他的个性是什么样子，他会又做任何的反应，他的价值观各方面都有可能会很不同。如果你把条件跟一些你一定要跟什么样子的人在一起的这种执念放在里面的话，对我来说，对我这里来说，我就觉得占卜就不太适合，因为占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而且它有蛮多就是有蛮多象征的讯息，它是处在于你想看跟你忘了看你看不到的那一个空间里面才有答案。也就是说，你无法追逐，你无法具体的去拾取。好，那也就是说，你无法在你有限的条件，如果你对这些条件什么很执念的话，通常我都认为它会偏离轨道。你不知道你们生活中会不会常常听到一个感觉，就是你某些朋友他特别不想跟什么样子类型的人在一起，结果他下一个交往到的对象就是那个类型的，就是他不喜欢的。我们常常说好像是神明在惩罚他、诅咒他，然后或是让他怎么讨厌他或什么，没有，那都是开玩笑的。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有的时候越是你不想经历的类型、不想经历的人，那都是只是一种错误的角度的看法。其实，当你真正靠近的时候，碰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说那个磁场的对撞火花很强，然后会被这种很强烈的生命力所吸引，所以常常会出现这种故事了。那我们回到今天这题与其有所抵抗，设定太多的条件，那不如我刚刚说的，放开心胸去观赏、欣赏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的到来，这样才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旅程。好，不要念想，先不要念想它大概要多久，我们先从每一步去享受一个全新的局面，全新的人会带来无限的惊喜，这样就好了。尤其1号牌今天在这一题有非常着重在这个状况里啊。好，我们先把一些小细节翻一下。一样哈，我们现在就打破顺序，我现在直接告诉，我们现在来翻看看它在哪里，它离你多远哈。然后顺着讯息，我想讯息跟想要的讯息跟想要确认的东西走哈。来，好，先这里哈，是我觉得他蛮靠近的，我觉得他蛮靠近的，但你们中间有，反正他还很靠近，然后应该有一堵墙，那这个墙我觉得是一个未发生的事件，那现在这一堵墙还没有门，应该是说。你们之间这一个墙是很长的一个墙，可是还找不到那个门，也许那个门是隐形的哈。所以我说它是一个事件，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一个门，那个通往你们彼此路径的那一个门就会打开。好，那我先说，它比较这个门比较不像是，好像有什么负的能量在阻碍着你们。我觉得这一堵墙比较像是你们的第一次对话。好，你们的第一次对话，它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你们要非常的把握住第一次，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可能不知道是对方，可是在第一次对话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事件的感受是，你会发现你们的默契有跑出来。好，记得我要先基于这个人可能不是你所期待的类型，他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可是你们在第一次对话的时候，有可能会意外的发现，其实你们对话起来还蛮契合的，所以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在我原本以为像这样子的人应该跟我没有任何交集或是好的对话，可是他却跟我有好的对话，协调性很高，他有很多的内容哦，工作的对谈还不错，好像你们互相是类似的工作类似工作的东西还蛮接近的，能聊的东西很像，金钱观还差不多，对于生活未来世界的一些基础的概念上还不错。简单来说，就是大家说的三观很接近，这一点会在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会产生某种惊喜。记得他这个惊喜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对话前，就是我说的那一堵墙还在的时候。然后你们开始对话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在这个墙前后，你们感觉到有个人在墙的后面要跟你对话，然后你们一开始对话，找到彼此的默契或什么时候，就发现有一扇门其实可以看到彼此，这样他在看到彼此，就是比较看到彼此的内心更接近的东西。好，这抽象先不讲，我先讲有什么东西很接近，就是说金钱观、三观各方面都很接近哈。然后你们生活的兴趣有可能也很接近，时间啊、生活的节奏啊，大概连上班的时间啊什么的，休闲娱乐、放假什么，你们工作类型啊都很接近。甚至你们在，譬如说有在公司上班呐，然后你们谈论到年薪啊，或是就随意聊啦，年薪或者是一年。公司给多少天假休都很接近，这个部分你们就都会非常接近哈。所以大概在谈论的第一个半小时或第一个小时的时候，这个东西很快就过关，然后最后就立刻聊到，在第一次聊天就聊到一些更深入的价值观了。
开始讨论到别人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在你们旁边的朋友看你们两个的对话的时候，会觉得说奇怪，这两个人本来认识吗？为什么他们两个看起来很熟？其实不是，你们两个也在处在这个惊讶里面，就是这个人我第一次遇到，而且他还不是我曾经遇过的类型。他的说话的声音，他的说话的样子，他的逻辑或什么，甚至他来自的不同的城市或什么，都跟你很不一样，甚至有宗教都还不一样哦。可是你们却达到一种非常高度的契合度，协调度很好。好，我这边看到的那一个协调度里面，跟那个契合度的每一次的创造，会创造出你们两个相处的一直无限的生命力，新的生命力被创造出来。那你们的火花很强，你们的火花是火能量的对撞哦，而且是好的火能量。然后它又处在一种有土能量的基础上面，它是可以炼金出某种很强烈的不错的生活感。如果我要去定义你们两个第一次认识后面的关系，先不走到爱情的话，你们大概初期会有一段时间非常长，想要一起去哪里，想要一起聊天，你会成为一个很可以聊的朋友，很舒服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小小的暧昧感，可是你们不会把它正视起来，不会把它提出来。好，然后可是你们两个的相处的融洽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加速，可是都处在一种生活感，生活里面的东西，生活里面的细节，而不是直奔出要去恋爱的那个方向。虽然内在隐隐约约有感受到好像有这个东西，但是好像没有要刻意往那边前去，因为你们突然或是在一开始聊天的时候就觉得某种内在的价值观被互相认可、互相看到、互相知道，这件事情好珍贵哦，好像之前没有那么多人能够看到这么多这么深的东西，或是细节有这么广。反正这个默契会出来，记得它是一个很生活感的东西，就好像这个人已经跟我生活在一起好一阵子了，为什么我喜欢的他喜欢的东西都这么接近？他很像你在学生念书时期的时候。刚进这个大学，刚进这个学校，就认识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去的地方，什么的都很契合。好，连上学的时间约什么都很契合，聊天什么都很契合，讨厌谁喜欢谁都很契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可是这一组偏偏就多了那一些许的那个暧昧感，为什么？因为眼前的这个人是之前从来没遇过的热情，它带来了什么？这张牌所谓的神秘感，那个神秘感就在你们心底产生了某种些许的致命吸引力，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正视，或是它其实不强大，可是内在就一直有那个感觉。好，这就是这一组。来，我们来再往下翻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哈。来，你们两个人的灵魂在灵魂的角度，不是现实，在灵魂的角度，你们是能相知相惜的，因为你们的灵魂好像受过差不多的伤，差不多的挫折，所以才会在这一次遇到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好气，好多人都互相了解。那是因为你们在灵魂的故事旅程里面有遇过非常多类似的东西，然后你们还经历了跨越呀、进步啊、升华，然后再来到了一个新的自己，然后却带来了很多的经验跟心得，然后在遇到的时候，那些从未提起，或是不被提起，或者早就忘记的那个灵魂的故事。就遇到这个人的时候都被唤醒，然后会在另外一种角度产生一种契合，就是我刚说的生活的那个感觉。它很像在宇宙的长河里面孤独的慢慢的行走中，遇到了一个跟你故事很相近的人，好像有人陪伴了。这个就是你们两个遇见的定义哈。那但是这边还是有看到一个小缺点哈。你们不是说小缺点啦，你们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对未来的想象，对未来的计划，毫无计划的人会产生非常差的，会减分，会扣分。你们对那种人觉得他们是毫无魅力的。好，那在这里要把它当成一个缺点，就是说，如果你们遇见的时候没有往更深远、更远的未来去聊的话，可能他就会停滞下来了。但是我从前面看到，我觉得还不会啦哈。他这边只是在做一个提醒，你们彼此都对于未来没什么想象、没什么梦想的人没兴趣，所以他在这边做提醒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说，你们在初期的时候，如果都只是一种很平淡的聊天契合，都没有讲到更未来的事情后，这关系可能就会停在这里。好，讲第二遍了，但是
没有，我没有看到会产生这件事，但是他还是提醒，那就表示说这个缺陷需要注意一下。好，他希望你们能够对未来的想象更多的变化性，更多的突破吧，好奇心吧。好，来，我来看一下这整段的想法发展的路径诠释的如何，看他怎么说。好，他说这个路径是对的哈，然后你们在第一次遇见的时候，还蛮需要顺着那一个默契去敞开心胸，去把什么东西都聊这样哈。那以距离来说，这边说确实是很靠近了，但是确实是还没有遇到。我觉得是真的还没有遇到。我再把它翻清楚一点，因为我还是没有看到那一个遇见的迹象哈。来，把这里看一下哈。有啦，是有哦。你们蛮有哦，你们会有人帮你们做一个桥梁介绍，可能就带去认识的啦。有啦，有这个讯号出现了哈。那一个要去遇见彼此，那个门已经打开了，但你们自己前面还有一堵墙，还有一个门，那个要在你们互动起来的时候要做沟通，要做创造那一个门，你们两个的内在心灵交流的门吼。我先说哦，这里一直不断强调，你们一定要在初期要有所契合，那就表示这是有风险的。表示什么？如果阴错阳差的没有，像刚刚讲的，很容易就谈论到、感受到彼此的三观很合、兴趣、生活各方面都很合，然后再谈论到未来的想象什么都很接近。如果没有创造出这个哦，他会有可能要再重来乱，再重乱一次，要再下一次再聊，从头聊。可是他会这样子讲，就表示说这一次没有达到，他会有一个再 run 一次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所以要把握这一次的遇到哈。所以这边要给你一个提醒是，如果你遇到了这个情况，你有感受到刚前面这个，就不要太多的隐藏，尽量的去顺着那一个跟这个人很顺着聊天的感觉，去把它展现出来。好，那没有什么，这组没有什么太多的阻碍，但是土能量偏多。土能量偏多的意思就是说，要小心不踏实的感觉，要小心不踏实的感觉。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他会带来某种神秘感嘛、好奇心，这些都有。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会带来不踏实的感觉，所以才要做出一个很好的连接。这个你要敏感的感受到这颗出来的时候，要避免太多过度的隐藏自己啦。那会让你跟他都错失了那一个立刻指导黄龙、立刻认识彼此的那一个时间点。那一刻，来我看一下哈。我这边没有要翻的，我拿着。好，这些我看了一下哈，我看一下，我翻一下其他的。这一题一开始就讲的蛮多的哈，因为讯息来的蛮多的，我就赶快把它讲完哈。资讯，好，你们两个本来协调性就蛮好的，这边又说了一次，其实这边已经说了，基本上我觉得遇到就不太有错过的机会了。我觉得他不太错过，再加上你们身边一直因为出现2次狮子座，都是处在一个距离的位置哈。其实你们两个的遇见一直有一些其他额外的力量会把你们牵引在一起，你们不用特别去寻找彼此或什么。可是这边已经有说了哈，确实是有一个还不错的，你们中间有一个类似贵人的啦。但是他的贵人定义在把你们两个拉近认识的这个概念里，好，会有这个出现，所以不用太担心。反正朋友叫你出去就尽量去，因为底下还是蛮不错的能量在拉的。然后指引你们两个遇见的那一股能量，它是属于其他人的。属于其他人意思就是说，是其他人会受到某种自我的觉醒而发现，要把你带去什么地方，然后偏偏那个人也在他那边的能量，我不觉得中间这一个人是拉了你们两个一起遇见，我觉得是他那边
带你去哪里的那一个人，他内在有某种直觉要去哪里，然后刚好要遇到的那个人就在那里，直觉在他那里，所以我才说指引星在那里不在你那里，反正就顺着朋友要去的地方跟着去就对了哈。好，来我看一下大概半年到1年时间点，哪时间点是比较好的，会比较容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间点哈。哦。最近已经有一个不错的时间点，然后已经开始了，时间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秋天中间，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这已经开始了。哦，你们开始要接近的能量能量已经起来了啦。其实最近已经有不错的能量已经开始了哈。那我看不发，它会一直往上，好的能量会一直往上。哦，它其实它不会降落，它一直往上，所以这段时间遇见的机会比较大，但是它就拉的比较长了哈，就所说从这边到秋天这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他没有说一定就是哪个时间点，反正就这一段时间最靠近，这段时间最好。来，我看一下靠近的能量。哦，这是什么件事？好，记得哈，如果你对任何谁有特别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问一下你旁边的朋友，他们会你旁边的朋友应该看得更清楚。好，问一下旁边的朋友，帮你确定一下你的感觉对不对？如果你特别喜欢对有特别的感觉的时候，问一下你旁边的朋友，好，再帮你确定一下。这里有提示一下哈，来，对时间点，我来问一下恶魔牌对我刚抓到这个时间点的感受，他怎么说哈？他说，他说的也对。他说，这整个能量气氛也是慢慢的逐步往上升，哦，也是慢慢的往上升。好，那这个时间点应该没什么错哦，数字也都差不多16，然后这一个区块让你们遇见这个区块是之前就已经能量上就已经预定好的，在其他的能量上就已经预定好的。哦，看来已经有3个方针都往这边，那就是差不多已经开始了，已经启动了啦。相遇的能量差不多都启动。好，我觉得这组没什么大问题，就时间上问题。我记得哈，我们前面抓了这么多讯息，遇见的讯息，就是要让你确定，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有很多可佐证的东西。好，记得这个人他一定会有一个意外的状况、意外的样子、意外的类型出现，它绝对不是你熟悉的类型出现，因为这个牌第一开始就是这个核心做定义，记得要这个方向走，这个人才会出现。哦，他才是我们这组牌在讲的这个人。好，记得要敏感一点。那就这样哈，1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了哈，祝福你。好，接下来是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脱单哈，脱单，我们来看一下脱单的讯息哈。来，我们一样从4张牌哈，随机4张牌，然后再让陀螺来选哈，来选出今天的起点，我们要从哪个方向去捕捉哈？记得相同的题目或是类似的题目哈，你重复听会听你去听每一次每天更新，就是因为会有我们要捕捉重复的讯息，记得重复的讯息哈。来，好，来让他选哈。哦，这里，哦。很多时候翻出的第一张都会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到底有没有距离这个概念。哦，那这一张牌有距离，然后我先说，它在很靠近你的位置的时候，现在停下来了。你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没有意识到彼此在附近的一个状况里。那他是没有意识到，是视野上没看到彼此吗？还是没有意识到彼此是互相喜欢的？这个就要琢磨一下。这个挺难问的哈。来，那我直接翻一下视野，我把视野翻出来哈。这个我来问比较难的内容，我就用这一组牌来翻。我看一下所谓附近能量的分布，来看一下你们2个人的视野的问题。我们来往视野的方向来看。
来，先讲，我看一下。哦，果然没有在你们两个不在彼此的视野里，而不是已经看到彼此，然后没有感觉到感情哈。你们现在处在一种背对背的状况，有点类似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有点这个状况。你们很奇妙，明明你们两个人现在要去的地方，想要学习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最近有什么生活上的一个新的想法，想要去学。好，我先随便讲，可能两个最近都想要去上烘焙课，想要去学做面包、做蛋糕。打个比方啦，很奇妙的是，距离这么近，但你们选的时间、课程、老师、项目都不一样。所以你们在一个很奇妙的状况下，在一个很近的距离的状况下，一直错过。为何我会这么说？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一个状况，就是你们明明都要去爬某一个山头，就都参加了某一个登山的团，可是你们上山的路口却选一个最东，一个最西，或是一个最北，一个最南。然后都有到了那个山头，可是下山的时间却都不一样。哦，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奇妙的状况哦，你们甚至在这个山头、这个登山里面，还在同一个休息亭、休息屋休息，可是却有先来后到的感觉。那这一个靠近会产生一种什么？你们2号牌的朋友，你们近期都会有一种很间歇的、很随机的感觉，就是好像我突然觉得好舒服、好幸福，有一种有被恋爱、有恋爱的感觉。他那种幸福、丰满、充沛的感觉，很难让你直接感受到是爱情。可是你最近就会觉得说，哎，奇怪，我最近有一种被爱的感觉，很幸福感，感受到很多东西都有一种爱的舒适感。你知道那什么？那个就是你们两个能量很靠近的时候，或是共享过某一个空间的时候，所余留的两个能量的连接。因为你们两个能量是能连接，所以你们俩才会感受到这一个东西。可是为什么都错过？因为所有的好能量都处在一种下坠的方式。下坠的方式就有点像是看完烟火之后，然后你就是烟火飞上来，不是会爆开？爆开的时候，它就是掉落那个瞬间。而不是上升爆开那个瞬间，你有没有享受到爆开的？你们享受是掉落那个瞬间，那一小段。你们现在一直处在这个状况哈，也难怪这里说你们在最靠近的地方在静止。可是通常啦，牌子出现这样子的走向，我都说因为有东西在整理，哦，不是说你们两个很靠近就要遇见，因为有一些东西在整理，有一点点把比较不好的能量在做一些整理或排列组合架。我们用一种比较世俗的说法，就是说人是对的，但时间还没对。如果你们现在就遇到，那就是一个错的时间，有很多东西在调整。好，来看一下这个。好，我来看一下这个说法。好，哦，1、2，哦，没错哦。我看一下，没有，确定一下2+1是哦，相反。在整理，然后起风了，起一个混沌的风，所以在这个风里面在整理，它比较像是说，现在有一个龙卷风，然后龙卷风消失了，现在龙卷风消失了，然后风刚起来，龙卷风消失了。可是被龙卷风卷上天空的那些杂物，现在都在空中飘散，在落地。落地完之后要去整理、检视，要做排列组合，再把它归回到原来的地方。现在处在这个状况里，所以现在，即便你们两个都在同一个位置欣赏着这个龙卷风跟散落的东西，可是你们两个还没有遇见，因为你们的注意力都分散了，然后还没有排列组合，你们两个要遇见的路径，反正。具体的来讲，就是现在时间还不到那我只能跟你说，现在有很多你们之间的能量，有些东西在整理，但是整理什么？整理人际关系吗？整理那个路径吗？不知道总之，它也有可能有的说是关乎于你们现在的情绪跟你身边发生的事情，它没有办法让你们两个在遇见的时候会非常专注或感受到这是一份爱情的产生啦。通常是这样，所以它都会
这么苛刻的、严格的去觉得这段时间是不适合的哈。现在还不适合遇到这样。好，很近啊，好，把它翻开。我看一下，的确还没有要遇见，然后这边有偷偷说一些要遇见的条件，你们应该有，我修正一下，我本来是要说你们应该有共同认识的朋友了，哦，然后还不认识的不短这样，可是我觉得他好像中间有断哦，所以我觉得不是这件事，我觉得比较像是如果你有老朋友回来，远道回来，就是说大概好久以前的同学这样，小学同学、国中同学这样老朋友，或是已经断联5、6年、10年以上的朋友，他突然最近又出现了，在网络上出现或什么跟你联系这样。如果你有发生这个状况，或是他有发生这个状况，他的当然我们不知道了。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这边自己就有发生这个状况，所以差不多，我认为这边的讯号是我们刚刚在说整理的那个能量整理完了，它要发生这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远的讯息作为起点，给我的概念比较像是说，这是一个讯号，表示说整理完了。那整理完的时候会什么？那它的能量就不是下坠了，它的能量就要往上了哈，因为这里是一个向上增加的数值暗示，它是有要向上增加，可是它在这个下坠能量相互相抵消。那我在这里在这边看到说，它还是要上升的，但是它有一个门，它需要启发，那就表示有一个旧的能量、老朋友的能量、怀念的能量回来之后，它可能就是那一个 sign， 它就告诉你说，好了，整理完了，要开始向上了，这样。所以，如果你最近有感觉到这个状况，那就差不多了，路已经整理完了，你们两个遇见的路差不多要遇见了，这样。但是这里没有特别说你们两个怎么遇见，靠工作还是朋友，这边没有说，他只说在不久之后路就要开启了，然后就差不多要遇见了啦。这样想就好了哈。那还有一个佐证就是你现在，或是他现在哈，我们都一起讲。如果你现在有一种，你好像做很多事情、工作都是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战，都是你在努力，没有人要帮你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 sign， 也差不多东西快整理完了，已经到末端，你现在有这个状况了，都靠自己这样，好像别人也帮不上你什么，或是也没有人要帮助你什么，你好像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奋斗着什么感觉的话，那也差不多，我觉得否极泰来，那负能量差不多要消化，要消减完了哈。好，所以要这样乐观的期待这个变化。好，那大概时间这个距离点时间点的东西，大家就讲到这里。那我来看一下两个灵魂的连接的东西哈。好，把这里看一下。没错哈，你们两个人，我们先剔除掉这些现在阻挡或者安静的，你们两个本质上的一些核心，就是要让你们有一个我只能说它是有一个急速的爱情的遇见，所以它确实还是有一个需要把握住的。你们遇见的时候需要把握住一些瞬间的能量哈，还有你们底下有不错的你们底下其实有不错的能量正在连接你们两个，其实是有的。好，只是都还是比较隐晦、比较淡。它其实这两张牌都是比较隐晦、比较淡。如果你要我具体的形容，我觉得你们两个的遇见没有说很难，没有说很难，但是遇见的时候要如何抓牢，这个比较难，因为你们两个人有点手滑。伸手去抓住彼此的时候，手有点手滑哈，所以要抓牢抓准这样。那他在讲什么？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有点依赖，要明确的感受到是这一个人，才有办法持续下去。如果没有办法感受到，没有那么明确的感受到，他就溜掉咯，他会溜掉哈。因为这里很多牌都比较直指的是很多的好能量跟发展都是直指到遇见那一刻，可是遇见那一刻之后是空泛的，是没有讯号的。所以对我来说，
遇见才是核心重点，遇见抓牢之后，后面的篇章才会开始往下写，或是后面的讯息才会展现出来。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关口，这个地方没有抓住，后面就没有写的必要，就没有展现的必要。好，表示说大家在那个未来性需要呈现给的东西，都在等待着你们遇见的那一刻是否有抓住或产生什么东西。这样，有的时候觉得这样有点小不公平啦，哈。但是我觉得也还不错，因为他所有能量都聚集在那一次遇见的话，我觉得通常也不会太失败的，也不会失败太多，也不会真的溜走了。除非真的有什么很坏的事情，或是有一些打扰的事情干预了，他就这样，他就要再等下一次。只是下一次是这一次的溜掉，再转换一次，不知道还要再多久才会再遇到一次。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会出现在你眼前，昙花一现哈，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存在感，有记忆，有什么，可是没有连续下去，然后他就慢慢的淡掉。要从后面未来的时间回头再看，才发现说，哦，那个时候错过了。他有时候会隔好几年，所以我才说他要再一趟要全部再重来。那这边要做一个小提醒：当你遇到某个人，好，这边其实都还没有讲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是感觉哈，这边都没有哈，好。然后这边我先说一个小提醒哈，当你遇到某个人，如果已经有感觉到喜欢、感觉不错的时候，记得不要做太多太保守的做法。也不是说要立刻展现出我很喜欢你，我想跟你试着交往，要到那么激进、这么快速奔放，也没有到这里。就是说，尽量不要隐藏太多自己对这个人的好感，至少要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好感。而不要反过来做，就是反而表现出某种排斥，好，或是不喜欢。因为初期见面，所有的讯号都是仅有的、极稀少的，然后都会被放大。好，喜欢，觉得相处不错，就相处起来。好，一开始这边先做一个提醒。好，我这边才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看到两个灵魂的交流的状况。好，来，我把它翻起来。第一次遇见、对谈那些都还没有出现。他这边说，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即便是最理智的角度判断，你们都会判断出自己是真的喜欢这个人，很喜欢这个人，因为他的这一题，你们这一组，你们彼此的那个致命的吸引力，很吸引到彼此的那个端点，是经过思考过之后确定的。他不是从内心突然你抓不住失控的那个感觉，就突然觉得哇，好喜欢这个人了，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不是这个方向。这组比较确定是说，我确定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理智的角度哦，所以我才说，如果你有确定到这个时候，就不要隐藏太多自己对这个人的喜欢或表达。要接收的清楚，这组要接收的清楚哦。然后这里哈，这里都有说，其实你们在各方能量的结构上面是非常契合、协调性非常高的。协调性非常高就表示什么？你们性格上应该没有问题啦。然后你们对话上或什么，其实就会立刻进入到一个很契合、很容易聊到天的东西，都很不错的。它也不是什么价值观或什么，你们随便聊任何东西都觉得很顺，频率各方面都很顺，这个也是一个讯号哦。没什么缺点，没什么大缺点。如果我要真的觉得有什么很大缺点的话，就是，可能我只能说可能不，我觉得这个能量不强，但是有可能。我第一个讯号是，你们遇见第一次之后，他可能要先离开一阵子，这是一个。第二个事情是，你们遇见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之后，会有突然变冷淡，或是突然回应比较差，有可能。可是那是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是他自己有事情发生。我是说，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哈。所以如果近期，你遇到一个你们第一天讲话就还觉得还不错，
然后感觉还蛮顺的，然后结果他突然不见，哦，记得关心他一下，好，然后因为他的状况会有一点点难以去形容他为什么突然没什么回应。其实他对大家都没什么回应，他会冷笑，因为他现在正在专注于他自己的，可能那个事情真的比较严重，或是比较低谷，这样会让他心情很不好。等到回复之后，他会比较进入可以谈恋爱的状况。我的意思说，有可能没有很强哦，只是说有可能有在提示这样。他这边在做的提示就是说，怕会误会，误会好像这个人就不见了这样。好，所以他这边有点在讲，如果也发生这件事情，就等待一下，等他自己的事情平复之后，他会回来再做联络这样。那如果没有发生这事情，其实你们就会接下来就有蛮多的对谈聊天。因为为什么我讲的这么淡？因为他这能量就很淡，他后面就能量就很淡哈。他所有的状况都在针对你们第一次遇见的那一个瞬间了。好，那一次的遇见、联系、跟友好、跟契合、聊起天很顺，那一次如果创造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好，他不会都照很系统性的隔天就会大家一直联络、一直聊天，然后再约出去，他不一定会，他不一定会。他这里只着重到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次的创造出一个很好的关系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因为底下有很多讯息让我不担心，因为他其实就是他已经要往爱情的恋爱路径走了，只是这个时间序跟这个时间节奏，他们好像没有照着一般的顺序走，就是第一天讲的第一天聊天还不错，隔天就再约出去，接下来周末再约出去约会什么，他这一组好像不太讲，他这一组好像先着重在先让你们遇见，之后篇章我们再慢慢看要怎么出现出什么。好，可能就是因为这边有在暗示，那一个人接下来可能会让他很分心，他需要去处理的事情，所以他就突然好像没办法恋爱。可是遇到你好像是在这一件事情之前，这样他有一个顺序了。好，讯息就这样来，我只能讲到这里哈，因为讯息只到这里来。对于我刚刚说的那一个断层，他说这个是有很强的能量，是独立的，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是他那边自己要遇见面对的。这样好啦，好，这里大概就讲，这里只能提示到这里，就只有东西提示到这里，没有太多了。总之，记得这个人出现的时候，记得要创造第一次遇见版好的那个状况哈。其实我还是一样，坦白说，2号牌其实没有太多很明确的讯息说这个人是谁，他从哪里来这里这样。他在这边总的规划就只有说，你们现在是处在某种错过，可是距离很近的状况里啦。可是也差不多要整理完，然后你们差不多要遇见，就只有这样，这组就只有这样，就是感受上就这样，就这样而已。它就是快出现了，好，它快出现了。好，来，我们来翻一下时间，看看他给了2个时间点，半年到1年，他怎么说哈？抓了一个这么短的时间段了哈。冬天，等一下冬天，冬天能量比较强，冬天能量比较强，但好像并不是只是说冬天才会遇见。我觉得他这个距离，我觉得应该是已经会先遇见了哈。来，我对于他说我用恶魔牌来做，来，第一张问的是冬天才遇见吗？来，第2张是sorry， 我拿错了。我要问恶魔，我不是要问隐晦的月夜能量。来，恶魔，来，所以冬天才会遇见吗？这个讯号是方向如何？然后第2个是，其实之前就会遇见。
好，我先看一下。哦，它确实有在趋近于冬天才会出现。但因为你知道什么吗？因为他这张牌在说哈，如果以这个冬天的时间点之前，以这张牌来说，他说，之前正在清除你们两个相遇的障碍中，那是不是很符合刚这里的？我是不是说有东西他在弄？好，好，这里说，这里我该怎么解释呢？这里说到冬天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会有彼此很深层的东西做交换，尤其是内在秘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冬天的时候，两个关系会变更好，关系会变更紧密。但是如果他是这样子诠释冬天的话，那就表示说之前可能已经先认识了，可是初期认识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到冬天的时候，你们关系才会这边更紧密。好，来，我再翻一个时间点，如果这个时间点是在刚这个冬天的之前出现的那个时间点，我们不管时间点，我只要看它是不是之前，只要是在这个冬天之前出现的时间点，那就表示之前就会先认识了，只是慢慢的能量才要进入到冬天，关系才会变得比较紧密。好，就这样。哦，好吧，是之前就会先遇到，之前就会先遇到。那偷偷说一个讯息，可能是工作上就会先遇到啊，工作上就会先遇到。好，那有点小抱歉，我觉得2号牌哈，那我整理一下。2号牌有很多讯息都是时间上的，都在告诉你说大概什么时间开始，你就差不多要跟他遇见了。有很多讯息，哦，这边有，这边有这样。哦，有你的老朋友出现啊，有你最近工作室开始都是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哈，有这样讯息。只是但是在这些讯息出现前，你们现在都还是处在我刚刚说的一种好像向左走向右走的一个错过的状况。好，好，那但是在冬天之前，我想你们就应该会遇到了。然后他这边有一个小讯息，可能在工作上就先遇到了，可是两个人可能没有更深的交谈或什么，没有更能够让两个彼此接近的交谈，没有了。哦，那好，我觉得好的时间还没有出现。哦，至少冬天，好，那个时候就开始会有好的状况要出现了。一二三四。不过一开始我们就翻开这个数字，它是有一个好的迹象的啦。即便只是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往冬天那里去的时候，它所有的能量都在加分、加分、加分，慢慢的变好中，好，不会变差了啦。以要跟他遇见的各方面来说，慢慢变好、变好中，那就表示什么？你们之间的那一个让你们没有遇见的阻碍啊、时间啊各方面，我刚说你们一直错过那些奇妙的负能量或是坏的能量，都慢慢的在散去了。我这边说很多能量都在清洁中、排除中，好，所以它就慢慢的变好，所以不无可能会提早遇见啊。记得这边说的是冬天两个关系会变更紧密哦，表示之前就要遇到了，才有办法进入到两个关系要再变紧密。好吧，那2号牌就这样，好，方向就这些。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看看其他的影片会不会有在强调所谓的冬天这一段。好，好，那2号牌就这样。那谢谢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来，今天是讨论脱单哈，好脱单哈。好，我们一样哈，先从4张牌来看一下，他从哪一张牌来做起点哈。来，我们来随机4张，哪一个做起点哈？来，跳着翻，记得哈，类似的题目或一样的题目，我们在翻的时候，其实都 OK 啦，每天的题目都 OK 啦。你要去听那个
敏感、相同、雷同的讯息哦，它会重叠，它会一直重叠，这就是每天每日更新给讯息的核心哈。你要找到那个相同的、属于你的组织处、你的那个讯息范围哈。好，来，哦，这个有一点争议，但还是这张来，哦，好，这个是要等一下。我只能说它还没有那么快要出现，还没有那么快要出现哈。要等一下，要等一下。让我感觉一下哈。我看一下这里，我会开始犹豫，因为它这一个要等一下，在翻开前我就已经有觉得说好像也等不了多久吧，所以我才会说要等一下，而我没有说要等一阵子，或是要再等等。我用的用词一开始就说要再等一下，那就表示真的不会很远。那翻开这张牌来说，他在说在你的视野，在你的观察里面，你应该能够观察到自己会喜欢谁，或是当下正在喜欢谁。这样，我先说这一份喜欢，并不是说已经发生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你们第一次见面，或是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那个喜欢，他也会，因为你们两个会有一种，在某种你已经会喜欢的类型里面，或是定义里面的要求里面来说，很接近，也很快就会喜欢很有感觉的人啦，吼。所以这一个再等一下，我要看一下为何会有这一个时间感，哈。看这一个翻好了，希望不会太难，因为今天的都不用很难，今天只有讯息很淡，都没有很难哈。来，我看一下，抓一下你们附近的能量。有事情，有事情。哦，你们中间不知道是谁有事情，最近要先发生哈，然后会需要专注一下去解决。所以最近可能不太适合有恋爱的感觉出来，因为没办法专注哦，没关系，要在这个事情，最近这个事情结束之后，然后心情会比较平复，心情会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往上爬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有伸手，那时候再有温暖的感觉，才会有比较有强而有力的感觉，有一点点类似趁虚而入，但是我会把它诠释成是正能量注入进去的时机点是对的。那要再等一下那个时间点才会比较好。那我看看这里，这里有透露出一点点它会从什么角度出现的状况哈。我看到了，但我先不说我看到的是什么，我先从这里确定一下是不是我看到的。哦，坠落。是我看到的，可是这个讯号逐渐衰落中，逐渐衰落中就说可能最近就要发生了。如果最近再没有发生的话，可能就要错过这个好的时间点了。这是第一个。来，第二个，我要问的是，有，好，来两个答案。第一，我有感觉到在工作上你会在工作上遇见他。可是我对于这个感觉，我问的时候，他说我会慢慢感觉不到这个讯息了，所以表示我感觉到这个讯息是对的。那我在第二张牌的时候，我再确定一次，我感觉到的讯息是对的，只是我会越来越感觉不到了吗？他说对，但是你们两个在工作上会遇见的这个能量有在慢慢的往上加分。它其实这是两条线。第一就是说，如果我再过几天或下个礼拜在这一条路径上再翻的话，我可能就看不到，我可能就翻不到所谓的你们两个要在工作上会遇见的这个讯息了，因为我越来越感觉不到了哈。我刚才一点误会成是你们其实在工作上快要遇到了，只是这个能量连接越来越弱了这样。可是我有所犹豫，所以我在问的是，因为后面的诠释就会转换成这样哈。你们应该要在工作上会快要遇到。
所以可能他或你有个人生活、自己生活跟工作以外的生活，有一些大事情、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会让你们没有办法去生活在工作上都有很多事情要专心，所以不需要一个新的恋情进来。现在是很差的时间点。那在这个事情，他有可能这个私人的事情跟工作事情同一个事情，就是反正他需要让你们更专心、更忙碌或什么的，没有办法看顾爱情这件事，或新的爱情进来，没办法专心在爱情能量，在这段时间是错的时间，是不好的时间。好，所以最近呢，应该他还不会出现。好，如果我们要把一个时间点做关卡来说，就是可能会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要先面对一个比较辛苦的事情，低谷，在往上爬的时候才会再出现。所以它一个时间序来说，所以它不会在近1-2个月内出现。哦，对于会不会在近1-2个月内出现这个概念，我们直接来翻。好像不是翻时间哈，我直接翻恶魔牌。对于我觉得。这1-2个月内不会再出现，因为有别的事情分心。用一张恶魔牌来看它怎么诠释哈，一张就好，因为我只问这一件事。他说，这是各自的故事线的发展正在进行中，你们两个是无法干扰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确实是有一个事情要先在自己的故事里面先发生，之后才会遇见。好，所以因为他这里在讲的是一种很有条理的分配的每个人所需的概念，所以我就会认为，好，那就是在各自的故事线里面先发展完之后再遇见。好，如果这1-2个月内不太会遇见的话，那大概比较好的时间点在哪里？我看半年到1年，他给的2个时间点在哪里？可能的2个时间点最好的。我就知道，怎么这个是我刚心里想的那个时间？我觉得不对，我觉得这个时间不对。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因为我觉得他在，反正我觉得不对哈。来，我来看一下，重来，我让这个牌跳远一点哈。等等。我间隔久一点再抽，我觉得不对哈。来，但他如果还是出现那数字，我就没话说了。好，这样啊。他说最近就会有了，最近他就会在工作上出现了。我希望他在给更宽广的，可是他没有给更宽广的时间，他就给这段时间，最近就要出现。那确定一下，他说就是最近在工作上就要出现了哈，而且是处于一种极好的讯号，他是以一种极好的讯号在告诉我说，他就是最近要出现了哈。我看看我帮你看一下有什么象征哈。一遇见，一出现就有喜欢的感觉会出现。这边说有，那看来你们2个人，我先问你自己，你先问你自己了。你之前或最近之前有没有处到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然后已经爬上来了？如果有，那差不多就是最近已经发生了。那如果你没有，那就是他那边刚好正在爬上来。因为这边在讲的这个爬上来应该已经过了，因为以最近要发生的话，他这个其实已经爬上来了，然后现在是非常需要有人拉一把，或是有一个温暖的感觉要注入的状况要出现。他这边说的是最近。好，那就，但是我有一个不安的感觉，我觉得太近了，所以我再翻一张，但这个能量非常小，好吧，3张都说最近，那我就没话说，最近你们遇见的能量会非常强，3号牌的朋友就这样，这我没办法说，因为3张都这么说，来。鸡婆一点，我们再问恶魔怎么用一些抽象的概念来形容。我说最近要出现这一件事。第一，第二，2张也这么说，而且2张说最近你们2个人相遇的能量，各方面能量的协调性、和谐度都已经非常好了，好吧？我这么刁钻的翻了这么多，
至少4个讯息，就是说最近，好吧，3个，好，再严格一点，3个，好，1、2、3，对，4个，好吧，4个，反正就最近。感受一下，最近如果真的再没有，就要再下一个巡回哈。反正最近会有一个比较能量比较强的状况，要等期待一下，就工作上快要出现哈。来，那我们接下来我来翻你们遇到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明确的感受，让你确定说这个人出现哈。好，来再多翻一下哈。对。遇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喜欢会出现，它不会被隐藏，它会很明显。喜欢的感觉会很具体，会很明显，可是是淡淡的、轻轻的，不是很强烈、很重的爆发型的、火花型的，不是那种。可是你心里其实一丝就觉得，哎，这个人说不出的某种好感。好、那以现在来说，以现在来说，你们还有一些外力让你们还没有遇到，还没有。那但是有个小捷径，让你们两个比较靠近，就是你最近要松软一点，随着附近的人情世故走。譬如说，工作说，哎，叫你去帮忙什么就去，心情放轻松。朋友说要去约什么，公司同事说午餐要去吃什么就去，顺着。要让自己变得非常柔软、被动、软绵绵的，大家说去什么就顺着现在的整个流动主流走。好，好像会把你不小心流到他面前，两个会在某种状况下会移动。不要太多的最近而已，不要太多的自己觉得我的时间比较重要，我的想法比较重要。最近要可能顺着其他人走一下，他会比较容易遇到。那有一个小缺点，你们一遇到的时候比较难谈很深的东西、很内心的东西、很深度价值观的东西、很遥远的东西，没有，都是比较淡的、很平淡的。所以它会有一个小小的风险，它有一个小小的危机，就是好像有点难以意识到是这一个人，因为两个人讲的都非常淡。可是这边有讲哦，那个喜欢淡淡的喜欢会出现哦，要敏感的感觉到这一件事情。这里在说你们互动上看起来很淡，好像就是一个刚认识的朋友，或是普通的同事或什么，就讲讲话这样。那个喜欢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哦，要敏感的感觉到哦。那呃，这里都有说，这题哈，蛮依赖跟仰赖你们感受到自己的喜欢在哪里，蛮需要的，蛮需要的。还有一个小讯息，你旁边可能会有2个事情讯号。第一，你的朋友或同事有察觉你好像可以喜欢这个人，好像对这个人有意思，虽然只是开玩笑的，或是暗示你说，诶，这个人不错诶，然后好像有点猜中你心里在想什么。其实你已经觉得这个人不错，有喜欢，然后旁边的人也把这个讯号讲出来，你旁边会有一种其他的讯号来去佐证跟提醒你心里其实是对这个人是有在意的、有喜欢的。记得这个讯息也很重要。好，这是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某一些讯息会跑出来，很淡哦，很淡。你要感觉很清楚哈。但是这里并没有说一定要有所行动，一定要立刻表达出喜欢才能够联系在一起。这里没有，这里比较多的是有很强的延续性。这个遇见就已经很好了，遇到之后它就会常常出现，它就会常常出现在你眼前，它不会跑掉，只是慢慢那个在意会出现。这一次的前面说的工作上的最近可能要出现这件事情，要好好的敏感记住你心里的那一个喜欢在哪里，你才会知道目标在哪里，才会知道是谁。好，来我们翻一下灵魂的东西。你们一个小缺点，
你们初期还不太能聊到爱情的东西不太能哈，因为两个人所经历的爱情的故事跟爱情的价值观还算有一点点不同，没有办法那么快。好，要先从对彼此有好感的朋友慢慢做起来，才会慢慢聊到那里。好，那以灵魂的角度来说，你们是活力各方面对于人生的动力、活力很接近的人，所以其实你们两个可以着重于相同的兴趣，跟喜欢一起去的餐厅、喜欢的电影各方面，要找到相同的点。这个点慢慢的找到之后，你们就慢慢的走到爱情那个部分。我先说，这组并不是发展的很慢，而是需要小心翼翼的去观察彼此的在意跟喜欢在哪里。发展的不算慢，如果我说发展很快，是因为你们会被某些能量在做推动。你们这组其实有你们有很好的火能量，有很好的活力的能量在推动，可是同时也有很多很强的理智能量在做控制，好像在局限于你们做一些莽撞或冲动的动作，所以它被归纳出这组需要慢慢的相处，慢慢的找到共通点、共同的兴趣、共同喜欢的东西，才能够再往更深入的东西去聊。去观察，一开始先不要聊那么深的东西，譬如说两个人的价值观、三观未来要去哪里啊、梦想啊这些敏感的东西、情绪的东西、过去的爱情啊、家人啊什么，这些都先不要聊，都要从一种非常淡的方式切入。这主要很淡慢慢的从淡的轻巧的东西去这样。好，因为他这边也着重在他可能是工作上遇到的，所以先维持同事关系也可以，但我必须说，我一直说在工作上会遇到，可是我心里有一个分类，比较像是说，他可能不是公司，不是同一个公司的，不是你每天都要遇到的，他可能是别的公司的介绍或什么的认识，这样，然后有所联系，所以知道的这样。但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状况，其实要常联络，才会常遇到，他不会突然不见。只是这里在说，以现阶段来讲，就算它出现，你们要往爱情的那一条路径上走去，没有那么快，因为完全没有路径，没有往爱情的路径走。这组比较多都在诠释最近有很好的相遇的能量已经出现了，已经准备好了，能量是非常好的。但是诠释与遇见的互动跟接下来的讯息都是比较淡的。它不是说一定会比较淡，而是还没有讯号，还没有那么清晰，还没那么明朗而已。好，不过我还是要说，以爱情的点来说，以诠释爱情的点来说，都有被衡量出说这是一个可行的关系，可以往爱情的方向走的关系，就对了。好。那3号牌大致上是这样哈，记得哈，最近要遇到的能量还蛮强的。好啦，我觉得保险一点，因为我还是担心这件事，我觉得还是放一下。如果最近没有遇到的话，那下一个更好的时间点大概要到多远？就一张，但这能量不强，能量没有非常强，但是还是有清晰的一点点，很像你遥望天上的星系比较淡的暗的那一颗。好，给你一个念想，如果最近是没有到，大概下一个时间点是什么？然后你去搭配其他的影片，你选的。这跳得很远哈，他说的是下一个1月，跳得蛮远的哦，让你感觉一下。如果不要到下一个1月了哈，我可以把它重新诠释一下。下一个冬天，这样可以吗？因为它有一个能量扩散了哈，能量扩散。但是这张牌给我的那一个冬天的位置是蛮核心的冷的那个冬天位置，所以我才说1月啦。反正你感觉一下，但记得能量最强在这边，最近大概1个月内到45天这一段时间，我已经扩散了一点，至少有4个讯号说，就最近会在工作上很有可能会遇见。来，因为我已经讲了这么多工作，我还是要再确定一次，最后也是帮你确定一下，真的只有工作上，还是就是工作上？用一种非常严格的、公平的、理智的、很细腻的去观察我问的这一题。他说：“工作上的可能性非常高，因为已经都是这个是一个审核出来的解答了。不要再怀疑了，大概是这样。
好，这是已经是答案了，已经是定数了。这里是这样说的，好，我传来给你。好，那你就敏感一下吧。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讯息哈。你感觉一下你感觉一下它要出现的时间。好，那就这样，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好，谢谢你来听，祝福你。